最后一个活跃时间啊，如果打不出一点东西，就是决定放烧。因为我看小面他要回去国服指挥啦，他讲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对，他回国服指挥。其实本来是说好跟小面的时间是到国服的前一天，但是小面的好胜心非常强，他也觉得这一季是有机会赢的，所以他决定在国服当天开关之前的那个早上到吃饭那个晚饭之前，他还是会来指挥。其实小面是指挥了3个白天的。小面我知道的，小面是很尽责的，因为他之前在960的时候看到我们那个局就是很难掰回来的时候，他也是想他要尽力去救我们那个局，不会说看到我们的局变得这么糟糕他就撇手不管了，他没有这样子的。对，小面是有责任心的。对，我是觉得他们这一次是真的被那群 TDS 的人激到，他已经不知道要怎样去指挥，已经是完全心灰了，他不想要指挥了。因为其实也没有，小面已经被搞到心态，但是他还是希望能赢的。因为这个毕竟他既然付出了，就是要负责到底嘛。而且今天我觉得小面好的点是他今天指挥，他虽然是收钱是付费的，但是他该做的事情他就会做到，而不是说我时间到了，我终点我就下班。因为主要讲解这次我们的指挥方面是小面跟我是指挥白天10点左右开始嘛，大概吃完早饭之后一路指挥到凌晨12点，等到那个 TDS 的人上线之后，然后我们交菜之后，他们就照着我们规划的方向去进行。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突发状况，但是基本上这场来说，其实前面是一个非常大顺风的。你应该给我看地图，我们开局的时候大概有拿了70%的那个黄庭的领地，然后在第一天前面24小时，我们前面第15小时打掉了2748的第一个关8，然后再接下来9个小时一路拿掉2748的第2个关8。这时候316其实是投入大概30到50个那种巨老号过来野战支援的，但是还是没办法嘛，毕竟回补线问题。所以我跟小面其实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是找着破口打，一定是先把火阵营把他们的心态打崩了，他们就算后面想出来他们也不想出来了。因为我觉得316是一个比960更有组织性的一个王国，就是以组织性来说，他们几乎以华人为主嘛，每个人驻防也好进攻也好都是有人分配的。960当初也是这样子的，是后来混合一些老外之后才开始变成比较一个黑图面的王国啦。早期960其实是纯华人，是非常有一个向心力的王国啊。但是我们的想法就是，因为既然316是一座大山，你跟他正面碰正面，那是完全吃力不讨好的。毕竟他们可以24小时在线，账号质量其实就是 GT 等级的账号嘛。所以我们的策略是把火打残了，只要316他分着打，他回补线拉长了，他们就算账号再强，你永远不可能1打2。因为如果你们上面烧，然后风阵营在下面烧，他们要分成2路去救他们的旗帜的话，其实他们也守不住啊。你这个想法是合理的。对，后来反正我们一睡觉之后，因为可能风阵营的人希望我们去支援他们，所以我们尝试过了一次，我跟小面试着抱球去一个回补线近的地方，给他们旗子烧掉的地方重新原地落旗，当时也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第一天我是没有睡觉的，到第2天之后我肯定还是要睡一下嘛，因为春节快到了，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我已经把所有时间都抽出来。第2天的话，凌晨12点开始就是让 TDS 的人去那个指挥了。但是因为我们的王国是主要以欧洲、美国为主，其实亚洲人算是比较少数的。所以这时段基本上是我们的巅峰时间，我们就把代办事项交给了他们去处理。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自负跟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一群指挥，就是他们想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去收尾前面的指挥就是已经快完成的事情，他没有去顺着前面指挥或主战指挥所交代的事情。他们认为他们就是非常独立的一个群体啦，就是他们的自我意识非常强烈。反正他们上线之后，他们就想他们想做的事情，他们的那时候想法就是觉得我们必须去帮风阵营。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必须去帮的。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在第一天黄庭开关是晚上9点嘛，其实在第2天亚洲时间早上的时候是有规划要下一个堡去风阵营那边来搞双集结跟一些30-50个人野战支援去抵抗那个1316的嘛。因为
我们火阵营那时候其实快推完了，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已经准备好去30到50人去支援风阵营的野战，就是回补线的近的情况下，但是当时风阵营可能觉得不用这样子，只需要报仇干嘛的。后来我们也下了要塞在他们关巴门口，但是那时候我们只剩下2-3支旗子可以出来，其实作用也不大，所以我们也没有继续做，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 TDS 一上线之后，他们做他们自己，他们觉得是要打风没错，因为火阵营打差不多了，所以他们把所有人撤离在火的关卡巴那边的人全部来打风。虽然这样子是一个不错的决定，是应该说正确决定，但是不够精确，因为火阵营这边毕竟我们拿他的关巴，他们建旗子出来，他们也没有那个飞城的区域。其实当初我们是设计说，如果我们去打风的话，应该要留一些人去跟火阵营的人去野战，去僵持着，去跟他跳舞，让旗子不会被这么简单的被烧。但是他们一上线之后，他们就觉得全部的人，我觉得老外跟华人的差别就是他们都喜欢 all here all there、everybody here everybody there。 他们有放一些防守队伍在那个火阵营的关巴前面，就是至少守一下，打一下对方，延那个时间。你拿到的领地，你不能就这样子策略改变之后就全部给他们放掉嘛。对，因为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你不会掉旗子，你就不会输 KVK 啊。这就是093跟316之所以赢 KVK 的原因是，他们所有旗子所有地方全部是 nothing for free， 就是没有是棒烧的东。对，一定会有部队在里面的。对，一定会有部队，还要一定会有3到5个人去那边，就在那边罚站坐牢也好。但是至少别人不会就开始搞事情嘛。所以第二天他开始去打风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当时我也是准备下线了，因为毕竟我们已经24个小时已经拿了2个关巴，基本上是一个大顺风局面。然后其实士气也是非常高昂的，然后火阵营基本上出来的人不到5个人10个，其实已经是进入个2打1的局面，所以我就放心的让他们去操作了。就他们全部拉去风之后，他们也不飞去靠近那个风支援的地方的领地，他们就决定从圣城上方的领地直接那个走过去，牛马走过去，走了大概5分钟的地方。在地图上有一个右下角有一个那个铁手，你有看到吗？有。我们从那个地方走到铁手，然后去报仇打1316。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1316回补线只有30秒到1分钟的地方，所以1316当然他们是非常强大的王国，当时我估计是阿拉诺在指挥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跟我们去跳舞的，因为我们报仇在那边没有意义啊，他就跟我跳舞，然后他们回补线只要30到1分钟，他们只要慢慢的打，慢慢到最终一定会把我们球吃掉，所以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球被推掉了1次2次之后 ，TDS 的人觉得还是必须去，所以我那个晚上本来是12点1点就要去睡了，我就看着他们这样打，也试着去阻止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是他们上头了，还是觉得这样打野战很爽，还是怎么样的。但是跟他说，你这样看起来爽的不是我们，爽的是316啊，因为他们就是我看他们战报是500%到1000%在跳着，你这样打肯定我们队友会下线的啊。对啊，送头啊，因为大家看到的那个战损都不赚，本来316他们的玩家质量都很高啊，你们跑这么远，战线这么远，后面又没有办法再持续派兵来增援，就算派到来在路上都可能被316的地鼠给敲死了。对啊，这样子哪里有人想要继续打呢？你打的报告根本都不赚。我觉得就是 KVK 的转折点吧。到第二天我们拿了2个关巴之后，我们 TTS 人开始带着我们的人去送。那我们阵营其实人是多的，3672是一个非常新的王国，但是你看他们其实账号质量不是很行的，虽然氪金程度是 OK 的，但是毕竟账号太新，这是无法氪金去弥补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王国有316这种质量的账号，我看就只有大概有顶多20个而已。因为我自己是负责这边那个埃及队伍的，其实我看了一些装备，其实大概只有15到20个账号是有竞争能力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个牛马阵营。牛马阵营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过度消耗啊。对，因为精英国他们100个人，他们永远就是100个人随时在线。我们牛马国肯定是会有 downtime， 可是我觉得 downtime 这是不可避免的。要如何去降低旗子烧的速度，这就是 KVK 嘛。但是我们活跃的时间，我们有300个人好了，我们不能去跟人家就是走这种动头行为，因为我们300个玩家，你送了一次头，下一波剩250个玩家，你送了3个小时之后，基本上我们活跃时间，人家也会想说，人家去做自己的事情啦，不要走这种就是对啊，没有意义。
对啊，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这样送之后，导致我们第2个 downtime 的时候，剩下的就只剩下一些亚洲人，像我跟面哥，我们就组织了一些人，大概至少5-6面旗子，其实拖了316非常多时间。他们8、9点开始，到隔天晚上12点，其实大概推了我们5-6支旗子而已，就5-6层啊，就是顶多是大概是1-2层旗子而已，其实是非常能够接受的。毕竟我们那时候这边的领地是领先非常多的，然后我们想说，我们只掉5-6小格旗子，那我们晚上等大家上线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反打了？但是这时候上线之后，他们又开始爆球了，又开始要走去那个支援风阵营。我知道他们的想法可能是想说要鼓舞风阵营，让他们不要觉得他们在坦的那么凶，但是打到316这种类似 GT 的王国，你不能管你队友的心态了，因为你爆球去打，你送了1波，送了2波，队友这样子想法不是觉得他们被帮助了，而是我们来送，那他们会看到更多绝望。毕竟如果你2颗球打不赢1颗球，那基本上大家的心态其实也会想，那这场是不是没有赢面了？一开始风阵营扛着1316是因为他觉得我们是非常有机会的，因为我们已经把火阵营打出去了，所以他们肯定会觉得那再撑一下，至少永远都是2打1的局面。当 TDS 的指挥群上线之后，他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去打风阵营，这也是我们交代说可以去打风阵营，但是打风阵的前提下是你的防守面的地方是不放烧的。后来我第3个晚上我去休息之后，起床之后看到是，其实我们是被火阵营推了5-6面旗子回来，是完整的5-6面旗子回来，是完全放烧，完全变2头烧，等于是我们两边都必须派人去谍战清理的。因为如果关巴那边是有 hold 住的话，正常在5到10个人是能解决火阵营5到10个人的，而且他们的那个士气低落，其实是人出来的人不会特别多。当这从第2个亚洲晚上跟第3个亚洲晚上这种非常没有道理的乱送头之后，火阵营我觉得整个阵营都是信心来的，他们的出来的人就不止5到10个，本来是我们压着他们打到他们其实心态崩，可能大概4个小时6个小时，很多人都已经飞回关室，没有再继续战斗的。火阵营这边其实已经是不野战，开始只补兵的，可能我知道这个也是他们策略之一，但是领地这种东西就是你拿到了黄庭，就是谁的领地多谁赢嘛，而不是说谁的战报好谁赢，而不是说哪一个阵营击杀高谁赢啊，而是说你哪一面拿了整个黄庭谁才赢啊。当时我们已经占了80%的领地，反正 TDS 他们就是非常的自我，他们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打领地，而是打野战，他们指挥上来就是要打野战，因为很多你赢 KVK 不是靠野战打赢的，野战是支援你去烧对面旗子，只是为了防守旗子用的，而不是说我打野战拿了 KP 这样就是赢了。跟着集结一起过去保护你的集结，确保你能够打下敌方的旗帜，或者是防守到自己的旗帜。没错，就是我觉得他们这群指挥就是完全基本的逻辑都不太清楚。第一个是你爆球推进的地方，第一个很在意的点是你的回补线，对，因为你的回补线长，你人多也不一定打得赢，因为他们有办法打波，第2波再出来再打。这群指挥是完全不理解这种回补线的道理。第2个点是你今天回补线把人家拉长之后，就算死的人他马上再派人去打我们的旗帜，那就是一个集结加3个人就可以搞定一支旗帜，是非常不被允许的。因为你今天有人完全不应该会掉旗帜，你今天如果野战打不赢，正常的指挥会要你说，那我们就在领地中间跳舞，跳到我们开始能推过去之后才会放集结嘛，对不对？正常是这样子。当我们人多的话，肯定是在领地推过去他，牛马一泼他，然后看可不可以收到旗帜，没有办法就重新来过，而不是说我们带着人环游世界一圈，然后全部哭着回来。而且你们还有风阵营在黄庭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做更加多声东击西的那个情况。因为像前2天我看到风阵营有做类似这样子的操作的时候，他是跟我讲是他们国王本人指挥的时候，他们才声东击西，就是要你们去吸引了其他的1316玩家去上面的位置，他们在下面烧旗帜，烧掉他们左边跟右边的旗帜，这样子，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316他们就是劣势方，他们不会离开领地的。对，那他们不离开领地，那不是最好。如果我们爆球在这里，好，我们今天火阵已经解决了，我们就爆球在316的面前，那他们势必得抱着球在他们旗帜前面嘛，我们就跟他们比坐牢。但是这就是能帮队友降压嘛，而不是说我们走一圈到风阵营的右边的领地跟他们去打正面嘛，这是他们想看到的。他们这群指挥从头到尾都是跟着316走哪他们就跟着哪，如果回补线进的话，那这是正常。
常的，因为我们会跟着他嘛，就是盯着他防守。但是以回补线太长来说，他们如果去打风阵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打他的时间。他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跳舞，那风阵就可以烧他们嘛。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就是回补线跟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不该进攻。你知道 TDS 他们的背景吗？其实他们当初是 GT 的玩家，就是后来的那个老外的代打玩家，所以我觉得 GT 赢了很多 KVK 没错 ，GT 也非常组织，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靠一些管理层的组织指挥，像阿拉诺啊，像小面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他们只要配合他们就赢了。但是我觉得他们长得就是因为赢了这些 KVK 待过 GT， 他们反而挂着 GT 挂着他们的名号去招摇撞骗，然后人家去阻止他，他会觉得我们是 GT 的，我们是960的，你们是什么咖？他们就是以这种心态去强势的压着别的王国去做事情。当然他们有些基本的观念是有的，但是谁没有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我氪金够，我的代打够多，然后我资源也充分，那我在960好了赢了 KVK， 这不代表我厉害，而是960厉害。他们其实比较像是末代 GT 的一些玩家跟小管理层吧，很像这种老人家喜欢讲他们当年怎么样怎么样这种心态，老一辈的人嘛，就是喜欢这种搞这种，就是你不行，你不能这样子来指示我该怎么做。但是这个 KVK 毕竟他们现在的身份不是960的管理层，也不是960的玩家，他们今天来这边的身份，他们是一个专业，他们自身是一个专业的代打团队。正常来说，你国王付了他钱，基本上就是一个雇主关系，应该说他们应该听国王或者是这个王国管理层交代你的事情去做，而不是说把他们的自负放在那里说，觉得他们就是960，我今天拿了人钱，但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因为今天我们付了钱，不是叫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今天当两班指挥有不同想法，也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这个 KVK 是赢不了的。这个很像埃及之战的问题，就是打棺材的时候，一半的人在拉打，一半人 all in 了，那这个团战肯定是打不赢的嘛。或者是有一路去打建筑了，有一路跑去中路了，那建筑跟中路打不赢，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两班指挥的理想是不一样的。那个思绪跟沟通方面真的要做好。对，但是因为我作为中间的桥梁，我有一直跟他们沟通，请遵照小面的指示跟我们的想法去执行。但是对他们来说，你们觉得相信他们 OK 的。因为说实话啦，以前960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资源跟加速耗死对方，可能他们还是想要用一贯的方式去打赢 KVK 吧，可能。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立场，我们比较像是093或者是一些牛马王国，而316才是所谓的960啊，他们完全搞错。今天如果我们可以快速解决316，就算再多资源再多加速，你没有领地也是打不回来的。他们的想法是觉得我们是那个 GT， 对面是那个牛马国，但并不是，我们才是那个牛马国，我们应该要用我们的方式去打赢这个 KVK， 而不是跟着对面去做。对，我觉得指挥应该要根据自己的战场去变化自己应该用什么策略，而不是一贯的用同样的方法去获得胜利。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就纯粹就是在瞎打，就是因为我们人开始多，他们就觉得可以开始去游行了，好像这样子有在做事。但是其实真的要赢 KVK， 你的做事就是所谓的你的旗子不烧，然后你烧人家旗子，这才是所谓真的做事。不管你有多少人，这样才是赢 KVK 的道理跟所谓有做事的道理，而不是说我抱着球我走了一圈，我做了好多事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活跃时间掉的旗子反而掉的比我们不活跃时间还多，这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也很严重啊。